阿木这会儿彻底安静了，阿木家的天井这会儿也彻底安静了。阿木居然要娶一个叫林瑶的女人了，你说谁能想得到？只能说皇帝是假，福气是真。阿木的婚事原计划放在开春之后，但是阿木的老爹禁不住阿木的吼叫和天井外面越来越大的笑声，只能花钱买日子办，仓促着办。一个大风的日子，阿木用一条木船把林瑶娶回了村庄，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赶到了石码头。新娘子一下喜船就不同凡响，林瑶的身段修长而又挺拔，一身红，上身是收腰的红外罩，该凸的凸，该凹的凹，而下身则是一条鲜红的裙子。林瑶的模样像一条上等的红金鱼，足以让村子里的人目瞪口呆。可是没完，因为风大，林瑶戴了一副漆黑的墨镜，而脸上又裹上了一张雪白的大口罩。林瑶的出场先声夺人，人们痛心地发现，林瑶和阿木的关系绝对是鲜花和牛粪的关系，绝对是金鱼与茅坑的关系。林瑶迎着冬天的大风款款而行，鲜红、漆黑、雪白。阿木走在林瑶的身边，合不拢嘴。他那种合不拢嘴的死样子，实在让人气得发疯。难怪天下的美女越来越少了，答案就在眼前，全让阿木这样的疙瘩娶回家了。没有人能看到新娘的脸，但人们一致确认，林瑶的面部绝对有1到3处的致命伤，诸如独眼、翘天鼻、兔唇，再不就是刀疤，否则没有道理。墨镜和口罩说明了这个问题，这一点还可以从林瑶的陪嫁上得到解释。除了一只大木箱，林瑶没有陪嫁。人们的注意力很快从林瑶的身上转移到大木箱子上来了。大木箱实在是太沉了，它几乎把4个男人的背脊全压弯了。一路上就有人猜，大木箱子里头究竟是什么？总不能是黄金吧？花狗决定揭开这个谜，花狗便走上去帮忙。在迎亲的队伍开进天井的时候，花狗一不小心让门槛绊了一跤，一个趔趄，花狗连人带箱一起摔倒在地上。大木箱里的东西散了一地，谜底终于被揭开了，里面全是书，花花绿绿的压塑封面全是琼瑶、席绢、席慕容，一扎一扎的。林瑶听到了身后的动静，回过头来蹲在了大木箱的旁边。林瑶摘下墨镜，解开雪白的口罩，用红裙子的下摆把每一本书都擦了一遍，重新码进了大木箱。热闹的迎亲队伍即刻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目睹了这个寂静的过程。人们失望地发现，林瑶的面部一切正常，尽管林瑶的脸蛋只能算中下，可是五官齐整，没有致命伤。村里人痛心不已，两眼里全是冬天的风。村里人百思不得其解，你说这到底是什么事？但是当晚的婚宴上，村里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婚宴很隆重，阿木的老爹养了这么多年的鸡，把能花的钱全砸在阿木的婚宴上了。阿木的老爹借了学校的教室，摆了48桌。整个婚宴，林瑶和阿木一直低着头，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。后来有人提议让新娘和新郎去给媒婆媒香敬酒，这个当然是必须的，大伙儿一起鼓掌起哄。让村里人松了一口气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。阿木和林瑶站起了身来，刚走了2步，阿木和林瑶却停下脚步了。他们站在乱哄哄的人缝里，端着酒杯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先是阿木的嘴唇撅了4下，林瑶跟上来，嘿嘿嘿嘿就笑了4下，然后阿木的嘴唇又撅了4下，后来就是林瑶嘿嘿嘿嘿的再笑了4下，都把敬酒的事儿忘了。喜宴上突然没有了声息，人们放下筷子，严重关注着这一对新人。林瑶的表情和笑声一点都收不住，一点都做不了自己的主。他那种旁若无人的模样，简直像在梦游。下午还痛心不已的人们一直盯着林瑶，他们后来把目光从林瑶的脸上挪了开去，相互对视了一眼，心照不宣地在鼻子里松了一口气。然而林瑶还在笑，
只是没有了声音。内心的满足与幸福使他的脸上出现了无可挽救的蠢相和痴相，让心肠软的人看了都心酸。阿木的老爹急了，慌忙说：“阿木，给梅香姐敬酒。”阿木一副没魂的样子，伸出手却去碰林瑶手上的酒杯。这对新人把媒婆撂在了一边，你敬我一杯，我敬你一杯，自己却喝上了，恩爱的要命。梅香连忙走上来，用酒杯往阿木和林瑶的杯子上撞了一下，不停地说：“敬过了，敬过了。”这时候，隔壁教室里的客人都围过来了，他们围在门口与窗前，不说一句话，默默地凝视林瑶。阿木的老爹转过身来，堆上一脸的笑，招呼说：“大伙喝，大伙痛快喝。”